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当我们提到数字经济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美国硅谷、中国深圳，或者韩国首尔。但你知道吗？在这场全球数字化竞赛中，新加坡 quietly 但坚实地冲到了前排。最新数据显示，新加坡2024年的数字经济规模高达1281亿新元，占 GDP 的 18.6%， 比前一年提升了 0.6个百分点。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数据增长，而是一个结构性转折点。新加坡已经从发展数码产业，正式迈入全经济数码化的新阶段。这背后的含义不简单，它不仅代表科技公司在成长，更代表金融制造、医疗、零售等传统行业都完成了数字转型的质变。换句话说，数码化不再是一个产业，而是新加坡经济的底层逻辑。如果说第一章我们看到的是规模，那接下来要看的是速度。过去5年，2019到2024年，新加坡的数字经济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12%， 是整体经济增速的4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即使在全球科技调整、资本紧缩的大背景下，新加坡的数码动能依然强劲。政府的智慧国际化 Smart Nation 和数码未来蓝图 Digital Future Blueprint 已经不只是愿景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增长不是靠烧钱的初创潮，也不是依赖大型出口，而是系统性政策带来的持续红利。例如公共服务电子化、云端基础设施、AI 应用普及，这些长期投资正在成为新加坡的新增长引擎。一句话总结，这是一个慢热但持久的增长故事。新加坡的数字经济不是风口，而是国策。很多人以为数字经济的增长都来自科技圈，但这份年报颠覆了想象。数据显示，超过2/3的数字经济产值来自非科技行业。什么意思了？意思是金融业用 AI 做风险建模，制造业用机器人做品质检测，医院用大数据优化诊疗物流，用物联网控库存。所有这些加起来才是新加坡数码经济的真正力量。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说，新加坡的数字经济更像日本而不是硅谷，不是依靠爆款创新，而是靠精密融合，让每个行业都更智能、更高效。数码化在新加坡早已不是科技公司的专利，而是每一家企业的生存能力。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，会发现新加坡的表现非常亮眼。数字经济占 GDP 的 18.6%， 不仅在东南亚遥遥领先，也与英国、韩国这些数字强国相当。这意味着新加坡已经进入一个高渗透、高产出的成熟阶段。它不再只是区域科技中心，而是真正的全球数码经济样本。在区域对比中，马来西亚、印尼等国家还在追赶，但新加坡的优势不在规模，而在体系。它有完善的数据政策、跨境数字贸易协议、网络安全标准，这些都是软实力的积累。新加坡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，不是比谁更快，而是比谁更稳、更安全、更可持续。展望未来，新加坡的数码经济已经进入 AI 驱动阶段。政府的 AI 战略明确提出 AI for all， 要让企业与民众都能受益于人工智能。从智能客服流程自动化到城市管理， AI 正成为新加坡的新基础设施。与此同时，跨境数码贸易也是新加坡的新武器。在数字贸易协定 DEPA 和东盟合作框架下，新加坡正在打造一个数码港口，让数据算法服务像货物一样自由流通。再加上网络安全、隐私保护和数据治理的国际标准化，新加坡有机会成为东盟的数据中枢。未来的新加坡可能不是硅谷那种科技输出国，而是一个智慧枢纽，让全亚洲的数码经济在这里对接。从产业增长到体系竞争力，新加坡的数码经济已不是概念，而是国家实力的象征。它证明了一个事实：
不靠规模也能领先，不做硅谷也能赢接下来的挑战。不是如何增长，而是如何让传统行业在 AI 时代再次焕发新生。你怎么看新加坡的数字化转型策略？欢迎你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